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，我是小渊。我们都说玫瑰代表着爱情，正如玫瑰深红色的花瓣代表着火热的爱，可同时玫瑰也是带刺的。如果你过于偏执想占有它，往往会受到伤害。就如同今天我们这两位年轻人，因为偏爱，把鲜红的玫瑰染成了血液的黑紫色。案件的女主人公名为邵彤，来自于中国辽宁省的沿海城市大连。她出生于1993年，是家里的独生女，与父母的关系很好，从小就被父母当作是掌上明珠般呵护。为了给女儿一个轻松的成长环境，邵彤的父母工作非常的努力，在父母的精心呵护和培养之下，邵彤从小就表现出了极大的潜力，不但有很高的创造力和艺术天分，还有很好的逻辑思维能力。后来他很轻松就考入了当地最好的中学——大连市第一中学。入读中学之后，在完成学校基本课程的同时，邵彤还学习了钢琴还有舞蹈。在受到艺术的熏陶后，他希望有一天能够成为生物学家或者是雕塑家。在就读中学期间，一个同校的男孩子引起了邵彤的注意，也许是受青春荷尔蒙的影响，两个人的关系越走越近，还相约一起报考同一所名牌大学。如果顺利的话，两个人的关系会从青春的荷尔蒙正式走上爱情的跑道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也许这一段的长跑终点会指向婚姻的殿堂。而作为最亲密的人，邵彤的父母自然也知道女儿和这个男孩的关系。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，邵彤的母亲也接触过这个男孩。当时这个孩子非常的有礼貌，帮他搬行李时他会主动说声谢谢。母亲也没有过多反对女儿这段恋爱，只是希望在以后的人生中，女儿能被一个男人用心爱着，那这就足够了。后来高考结束之后，虽然邵彤的男朋友成功被心仪的大学录取，但是邵彤却不幸名落孙山。她感到很失望，因为她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。那这意味着邵彤现在的计划变得非常的不确定。她现在需要重新考虑自己要去哪里，以及学习什么专业。而与男友的离别也意味着两个人会开启异地恋。2011年时，18岁的邵彤在考虑一番之后，就决定跳出舒适区，准备前往美国爱荷华州的州立大学学习化学。留学支持他的父母拿出了数十万美元的积蓄，支持女儿这个留学的梦想。4年时间算下来，女儿的留学费用虽然不是天文数字，但是对于刚刚步入中产阶级的他们来说，依然是一笔不小的费用。2012年9月，邵彤终于进入了爱荷华州立大学。与某些披荆戴银的富二代不同，邵彤从一开始就非常的努力。他的朋友说，当邵彤不在学习时，他会用跳舞、参加聚会，还有教其他学生学中文的方式充实自己。在爱荷华就读期间，邵彤和3个室友合租，几个人的关系可以说是非常不错。虽然邵彤年龄最大，但是室友都叫她小妹妹，因为邵彤是他们中最矮的一个。他的室友兼最好的朋友简说，邵彤聪明的让每个人都嫉妒，他总是说自己需要努力学习，即使他的成绩已经非常的优异。对于邵彤的室友来说，邵彤除了在学习上让他们印象深刻，还有一个人也让他们印象很深，他就是邵彤的一位男性朋友李向南。李向南也是来自于中国，只不过是浙江温州人，比邵彤大了2岁。在2011年时，也就是邵彤为留学参加培训班的时候，两个人互相认识。随后李向南便深深喜欢上了邵彤，并且开始追求她。后来两人如愿被美国高校录取，只不过李向南是就读于纽约州的罗切斯特理工学院，而邵彤则是爱荷华州立大学。两地相距1000英里左右，足足有17个小时的车程。为了能够与心爱的人待在一起，李向南也转到了爱荷华州就读，距离邵彤所在的埃姆斯市只有132英里左右。由于李向南没有独自租房，加上还有一段时间才能开始上课，所以就暂时搬到了邵彤和他室友那里。尽管几位室友一开始表示并不介意，
毕竟大家都是千里迢迢来到美国求学，都是背井离乡的同胞，所以能帮一把那就帮一把。但是后来的事情证明，有时候你的好心不一定能够换回别人的真心。李向南一点都不喜欢和别人打交道，不努力和任何人相处，也不帮忙做租房的清洁工作，自己是宅男就算了，李向南还要求少彤和他一起宅。他非常不喜欢少彤离开他，总是想知道他在哪里，和谁在一起。少彤的室友王某表示，李向南这个人非常的自私。此前少彤主动提议想和大家外出旅游，李向南获悉之后就毛遂自荐，说自己来负责制定游玩计划。起初大家也没在意，难得李向南会主动帮忙做一件事，可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李向南在没有通知大家的情况下，指定了他和少彤的车票，直接把其他朋友丢在一边，这让少彤感觉到非常的生气。对于李向南这位不速来客，少彤坚称自己不是他的女朋友，两个人也没发生身体上的关系，他自己现在对他的行为也是越来越讨厌。从大一到大二这2年时间，少彤在美国的生活和学习一切似乎都进行得相当顺利。令他室友松了一口气的是，李向南最终从公寓里搬了出去，住进了他自己租的房子，而在学习上也选好了相关的课程。虽然令人讨厌的李向南已经离开，但是让人不满的事情依然没有结束。因为每一次交通违章后，李向南都会把少彤的地址当作自己的地址，这导致了更多的问题。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警察上门拜访。虽然李向南这个人毛病很多，但是在追求少彤这件事情上却是非常的用心，甚至是痴心。室友表示，李向南给少彤买过很多贵重的礼物，甚至专门买了一辆宝马车作为礼物。但是至于少彤有没有收下这些礼物，具体情况小编我就不得而知。但也正是因为如此，少彤也多次或明或暗地告诉李向南，自己已经有了心仪的男朋友，目前只是希望彼此之间保持单纯的朋友关系。而在美国就读之后，少彤和初恋还是没能和忍受异地恋的困扰，两个人的关系纽带呢也逐渐变成细线，最后呢直接断裂。到了2014年8月下旬，也就是少彤就读大2时，他在一次外出游玩时结识了一名中国留学生张某，两个人呢很快互生好感，并且准备成为恋人。而在与室友的交谈中，少彤也表示自己是越来越喜欢这个男孩子。可少彤这番爱意到了李向南那里之后，直接就成为了浓浓的醋坛子。因为这件事情，李向南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了一句动态，彤彤是傻逼。2014年9月3号这天，李向南致电少彤，准备和他煲电话粥。可当时少彤顾着和室友聊天，一时没注意自己已经按下了接听键。在整整半个小时里，少彤和他朋友说自己觉得李向南这个人不太靠谱，例如说他这个人控制欲很强，很不喜欢和别人打交道等等，和自己的性格完全相反。而这些话呢，李向南全部都默默听着。挂断这起电话后，李向南在社交媒体上留了一句话 Fuck my life。 9月7号晚上，少彤的父亲给女儿发了短信，希望能够开视频聊天，因为父女俩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系了。但是少彤短信回复说自己太忙了。接着少彤的一个室友也收到了一条短信，这条短信是从李向南的手机上发出的，时间是凌晨的1点30分，内容是嘿，我还在爱荷华市，但我把手机丢了，所以我用的是李向南的手机。他家里突然发生了一些事情，可能今天要飞回家里，所以我打算坐巴士去明尼苏达州拜访一些在那里的朋友。我会在1个星期后回来。我现在带着李向南的手机，但是手机的电量快用完了。到了9月8号的周一早上，室友惊讶地发现少彤一直都没有回来，尤其是他还有课要上。按照少彤平时的习惯，这非常的不合理。几天后，少彤依然毫无音讯，室友这时开始担忧起来。他的朋友和室友决定聚在一起，找出在过去1周里联系过少彤的人，但是都没能够找到少彤。在9月18号时，少彤的室友就被他去警局报了人口失踪登记。警察最初怀疑少彤应该是因为想家，所以才飞回到了父母身边，因为这种情况并不少见，尤其是对这些留学生来说。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，没有证据表明少彤离开了美国，
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乘坐了去明尼苏达州的巴士。那通过查看消费记录，还有少彤室友的回忆，警方就发现少彤和李向南曾经入住当地一家汽车旅馆的218号房间。旅馆老板也证实了这一点。那老板就说，实际上他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这对情侣来酒店了。那个周末呢，他们来登记入住时，自己也没有发现两个人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。按照老板 Ken 的回忆，在9月6号那一天，自己看到少彤一个人在大堂里走来走去，然后还到外面的加油站买了一些饮料，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，也没有看到有人跟踪少彤或者是李向南。然而到了9月7号的星期天早上，旅馆老板 Ken 说，他注意到少彤的车子突然不见了，他结合房间是空的情况，他就估计这对情侣是在9月6号的凌晨离开的，但是两个人没有来办理退房手续。虽然旅馆有摄像头，但是令警方无奈和恼火的是，他们的监控系统刚好出现了问题，没法确定少彤还有李向南两个人离开时的状态。而在旅馆房间的墙壁和床头板上，探员就发现了一些非常小的深色斑点。不过让警方最头疼的是，在李向南和少彤离开之后，有其他人入住的这个房间，这给现场痕迹的侦查带来了很大的影响。旅馆老板表示，尽管提前退房没有什么不寻常的，但是按照以往的经验，这对情侣经常很晚才退房，经常被工作人员敲门提醒要求离开，所以那一次两个人这么早离开确实有一点奇怪。而当局搜查了少彤的公寓，在那里他们就发现了他租车的收据，上面呢还有他的车牌号码。探员就将车的品牌、型号还有车牌号发给了同事，希望能够有所发现。而另外一边，警方在搜查李向南的公寓时，发现整个屋内的东西一片混乱，看起来就好像是他匆忙收拾的随身物品，然后直接离开。警方调查了李向南的手机通话记录，大部分电话都是来自于爱荷华州的埃姆斯，没有任何电话是在明尼苏达州拨出或者接入。那结合各种痕迹线索，探员就认为李向南原本是想在芝加哥转机，结果航班延误，因为不愿在芝加哥等待，便转而去了洛杉矶，从那里直接飞回到了中国。那显然手机仍然在李向南手中，而不是在少彤的手中。接到了很多电话的保罗也同意接受警方的问询，他告诉警方李向南的确联系了他，还让他帮忙买一张回中国的机票。对于李向南突然要回国的行为，保罗也觉得很奇怪，因为他知道李向南还有课程，但是李向南说自己有一些急事，现在来不及解释。那保罗就询问李向南是否需要回程票，但李向南直接就说不需要。而到了这一步，警方就认为少彤大概率是出事了，而李向南则是最大的嫌疑人。2014年9月26号，警方就找到了少彤的丰田凯美瑞轿车，它就停在爱荷华郊外。巧合的是，李向南的公寓刚好就在附近。据妹表示，其实这辆车已经在那里停了好几个星期，靠近车厢时总是能够闻到一股刺激的气味。拿到搜查令之后，警方马上打开了后备箱，然后就看到了一个旅行箱，箱子里面还散发出难闻的恶臭味。那不出意外，旅行箱里面装的是已经严重腐烂的尸体，里面还有一个哑铃以及一条裹在尸体头部血迹斑斑的毛巾。尽管需要进行检测，但是警方知道这具尸体的主人99%就是少彤。后来的尸检结果证实了这一点。爱荷华的警方就表示，他们目前正在寻找一名嫌犯，他就是23岁的中国留学生李向南，就读于爱荷华大学。尸检结果显示，少彤是死于窒息还有钝物击打，但是警方不能确定他究竟是何时被杀害的。警方相信少彤在被迫塞进旅行箱后，很可能还继续存活了一段时间，但最终还是因为窒息不幸去世。而在车里，他们还发现少彤破碎的手机。回到汽车旅馆后，法医就发现那块裹在李向南头上的血迹斑斑的毛巾，就是来自于涉事的汽车旅馆客房。而在一些家具上，法医还发现了残存的血迹。而监控录像也显示，李向南从旅馆出来之后，在附近商店购买了旅行箱。而在商店里，他花很多时间比较了尺寸，然后推着它到处闲逛。而接着，他在沃尔玛超市购买了2个哑铃，而其中一个就被发现放在旅行箱里。警方怎么也想不明白，
这2名大学生只是在旅馆里度过了一个周末，然后就发生了这样的惨案。进一步分析李向南的手机后，警方发现在凌晨3点到4点期间，李向南曾经来到河边，警方就认为这很可能是他打算将旅行箱扔进河里，希望旅行箱能够因为哑铃的重量沉在河里。但是他原来到河边时，他们发现水太浅了，这就是为什么李向南最后会把旅行箱放在车里，而不是丢在河里。那到了这里，警方就大概掌握了整个事件的时间线。事情缘由呢，是李向南在无意间听到少彤和朋友的谈话后，他表现得非常的生气。在9月5号，他就决定把少彤约到旅馆里，当面解决这件事情。结果2个人事情还没解决，就直接吵了起来。最后无法控制自己情绪的李向南就本想用侵犯的方式教训少彤，但是遭到了少彤的强烈抵抗。而争执过程中，李向南就击打了他的头部，还用双手将其掐死。9月6号时，李向南在作案后就购买了旅行箱，这也是他购买单程机票回中国的同一天，而这一天也是少彤最后一次被人看到。9月7号，在杀死少彤后，李向南就回到了自己的公寓收拾东西，准备离开美国。他开车到处闲逛，考虑是否要将旅行箱扔进河里，但是来到河边之后，他却发现水太浅了，所以最后就决定不这么做。无奈之下，他只能选择把旅行箱留在车里，然后用手机冒充少彤，给他的朋友还有父亲发了短信，就是为自己争取更多离开美国的时间。到了9月8号，李向南就抵达了芝加哥，买了一张去往洛杉矶的机票，在1天之后就飞回到了中国。在2014年9月11号，李向南就从美国飞回到了北京，然后接着转机到了广州的白云机场。而在广州滞留期间，他联系了自己的一位好友，这位好友此前是他的一位师兄，因为大家都是同胞，所以互相认识。但根据这位好友的说法，李向南其实不太喜欢交际，平时呢比较喜欢游戏。在与他的相处过程中，也没有发现什么明显的性格缺陷。而这一次，李向南突然回国来找自己，也看不出什么异常。他只是让自己帮忙开一个酒店房间，还有兑换一些人民币给他。2天之后，李向南就说自己要回温州，之后就没有和他联系了。直到后来自己在新闻上获悉了少彤这件事情之后，李向南的这位朋友就主动联系了警方。2015年3月，一直藏匿在浙江温州的李向南知道自己没有办法逃脱，所以就主动投案自首。而在自首之前，李向南其实已经在青海省隐姓埋名藏匿了8个多月的时间，而指导这一切的人正是他的母亲。其实李向南之所以会自首的很大一部分原因，也是因为警方给他的父母做了很多工作。被警方问到为什么要逃跑时，李向南表示他爸在美国报警之后，自己就可能一辈子都看不到父母了，所以就想着先回国看一眼父母，然后再投案自首。可事实证明，李向南投案自首的意愿似乎并不怎么明显，因为他在青海足足藏匿了8个多月。那最后，浙江省法院就做出了一审判决，判处李向南无期徒刑。但是李向南不服这个判决，还提起了上诉。但是2审时，法院还是维持了原判。而在2审过后，这起令整个世界震惊并引起国际关注的案件，终于暂时告一段落。19岁的少彤带着自己的决心还有勤奋，他离开了父母的庇护，独自来到了美国。这原本就是让人感到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。而在美国就读大学期间，少彤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成功，如果顺利的话，他会取得更大的成功。就最后的结果来说，很多人对罪魁祸首能够被绳之以法都感到非常的满意。可即使如此，还是没能够改变少彤已经离开人世的事实。那个曾经活泼可爱的女生已经永远离开了她的朋友，那个承载着父母期望和心血的女儿已经永远没办法回到他们的身边。因为这件事情，少彤的父亲的健康状况可以说是严重恶化，几乎是在一夜之间白掉了头发。他怎么也无法接受自己女儿怎么就会遇上这样一个人，而李向南怎么就下得了如此毒手。爱一个人没有错，可是因为如果得不到，你就要毁掉你爱的人，那你最终会失去所有人对你的爱。对于感情问题，当断则断，不然肯定会备受其乱。最后还是希望
在世的人能够坚强的活下去。我是小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